没想到会在法院遇到律师前男友和他的白月光。3年过去，他还是护着他，对着我咄咄逼人：你骑车不看路吗？说话，他不知道，早在3年前我就说不了话了。席静言出现在法庭时，我和我的律师都惊了。前不久，我骑车撞上了一辆私家车，对方刹车时似乎受了点伤，但我当时急着走，没管他。几天后就收到了律师函，然后就在法院遇到了分手3年的前男友。当时我们分手时闹得难堪，以至于席静言都有点恨我。分手后再也没联系过，也佩服自己，打官司遇到前男友这种事都能被我遇上。堂堂南城 top 级的律师，怎么会出现在一个普通交通案现场？但当看到跟在他身后的柳月跟原告打招呼时，我又了然了。3年了，席静言还是舍不得柳月受一点委屈，连他身边的亲戚都要护着。苏琪同情地看了我一眼，这官司10有8九要输。没别的原因，席静言专业能力太强了，否则也不会年纪轻轻就收入100万，成了各大集团的首席辩护律师。果然一开口就直击要害。被告许愿女士3天前骑车违反交通规则，撞了我当事人柳家和的车，导致我当事人肋骨受伤。事发后，许小姐肇事逃逸，未对我当事人进行救治。事发时间，许小姐并没有醉酒驾驶和其他紧急避险因素，属于神志清醒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需要为我的当事人损失负全部责任。据我所知，被告家境极好，不知是否因此藐视法律。徐小姐，你知不知道你的失误可能给他人带来极大伤害？那种被逼问的窒息感扑面而来，我不由想起分手前的争吵，他也曾为了柳月这样逼问我。许愿，你不知道你这种行为会给别人带来伤害吗？并不是每个人都像你一样家境好学习好，你轻易得到的东西在别人那里都很珍贵。你能不能替别人考虑一下，不要总是这么任性自私牙尖嘴利。他口中的别人都是柳月，而所谓的伤害不过是柳月举报我冒领奖学金后，我在老师同学围观下和他一场公开对峙而已。你看，在喜欢的人面前是不存在道理的，即便那时候我还是他的女朋友。席静言见我不说话，扭头看向法官。法官大人，我方认为被告态度不诚恳，拒绝回答任何问题，要求走司法程序，保护原告权益，拒绝调解，就意味着我可能要被拘留。我承认那天太着急，学校打电话来说弟弟身体不适，我急着出门，拐弯太快，撞上了正常行驶的柳月弟弟的车。可他没有受任何伤，只是被吓了一跳。一想到要坐牢，就意味着可能会失去工作，我惊得眼泪都出来了，连忙看向身后的苏琪。苏琪赶忙开口道，被告已经充分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也愿意做出赔偿，当时确实是过于着急，法理不外乎人情，还请控方律师本着和气的原则，我们共同商讨一下解决方案。听到苏琪的话，席静言眼神更冷，看来这么多年过去，辩方律师的专业水平依旧没有提升，他还想再说。台下的柳月笑着摇了摇头。席静言神情一下子柔和下来。既然如此，那我方要求被告赔偿误工费及精神损失费共计5万元，并要求对方公开道歉。他终于看向我，淡漠又疏离，像个陌生人。请问被告是否同意？我一手的汗捏着衣摆的手紧了又松，终是屈辱的点点头。遇上席静言，我从来没赢过。和席静言相识是在大一一场辩论赛上，我方就穷人应不应该生孩子的不应该话题上，把对方变得哑口无言。尤其是我用各种角度提出反问，把对方问得直擦汗。苏琪私下里朝我比了个大拇指，我傲娇地抬头。那时的我是无往不利的，从小家境优渥，父母宠爱，让我无比自信，在很多是非黑白上都坚信自己的观点，所以一路成长下来，
被人称像个能量满满的小太阳。我没有想过有一天，太阳会遇见月亮，那个安静沉稳的圆会遮盖过太阳所有的光芒。坐在角落里的席静言一直没吭声，直到我说了句，在没有考虑清楚的贫穷下生下孩子，是对孩子最大的伤害时，他站了起来。我认为辩方手非常不尊重生命，在用富人阶级思维筛选生命出生。人人平等，万物平等，为何要将爱与金钱划上等号？贫穷、爱和教育并不是三角等型关系，也不是生命诞生必要的符号。辩方选手的伪理论不足以支撑贫穷等于不能生孩子这个结论。那一场我们输了。5分是因为席静言的言论打破了我们的假设条件，5分是因为他那种鬼斧神工的脸和淡漠清冷的眼神一直在搅乱我的思绪。色令之婚这句话不是没有道理。我第一次留意到学校还有席静言这号人。苏琪惊了，不是吧？我们法学院的院草你没听说过？我还是商学院院花呢，谁有空看他呀？他一脸嫌弃。那你还问我摊手？没办法，辛巴被他戳中了。女生的慕强可以体现在方方面面。作为一个智性恋，仅1分钟，席静言就把我征服了。可席静言是真抢手啊！他家境虽然不好，但人聪明，长得又帅，喜欢他的女生能从 N 大排到街口。但他从来不搭理，只是埋头学习。如果对方纠缠，他就发挥律师本性，警告对方，把对方吓得落荒而逃。我是个头铁的，基本上不信邪。确认自己心意的第1个礼拜，就把他的行程摸了个透。周一到周天除了上课，就是6点晨跑和雷打不动的去图书馆看书。我早早定了闹钟，5点半就爬起来收拾好自己。到操场果然看到已经跑了几圈的席静言。席静言，你跑了几圈了？你累不累？我看你都出汗了，要不要休息一下？他鸟都没鸟我，继续自己跑。我于是也跟着跑。就这么跑了1个多月，和坚持和他搭话后，终于在一个早晨，他停了下来。你叫许愿是吧？是的，你每天这样已经构成了骚扰行为，如果继续下去，我将会维护自己的权益，还真是无情。我嘿嘿一笑，我和你搭话是因为我们是校友，跑步是因为我热爱跑步，哪里来的骚扰一说？他顿了顿，任何违反本人意愿，让当事人感觉到不适的，他又要扒法律条例，我觉得帅得不行，忍不住凑过去。你是因为天天跑步，皮肤才这么好的吗？感觉比我敷面膜效果还要好。他一下子就卡壳了。席静言耳朵一下子红了，果然和我想的一样，嘴上是个强者，行动上是个侏儒，一个恋爱菜鸡，还想跟我斗。我夹住嗓子，我错了，我请你吃饭好不好？你不要生气嘛。他全身僵了僵，往后退了2步。不了，我要去上课了，然后几乎可以说是落荒而逃。第2天，席静言没有来跑步，第3天也没有。我立马确定他在躲我，于是又跑到他常去的图书馆，果然看到他正在角落里看一本厚厚的法典。我拿了本书坐过去，给他递了个纸条。嘿，我可以加你微信吗？他看到是我，愣了一下，然后叹了口气。不可以，同学，你应该好好学习。我成绩挺好的。我不是那个意思，就是希望你别打扰我。我默默坐到一旁，假装认真看书。为了见席静言，我故意穿了个薄薄的毛衣，散落下来长发，整个人看起来柔弱又知性。果然没多久，他忍不住把外套递了过来。微信 xxxxx， 你快回去穿衣服吧，没见过像你这么不要命的，大冬天穿个毛衣。好消息，我加到了席静言的微信。坏消息，他不搭理我。我每天坚持发早安、午安、晚安和分享自己的日常，他1个字都没回我。去图书馆，他也不再看我，只是默默学习。我也不沮丧，
每天依旧穿得花枝招展的各种在他面前晃悠，追着他讲话。就这么过了几个月，估摸着差不多了。突然有一天，我停了发消息，等到晚上，席静言憋不住了，发了个我没回。第二天他又发早安，我回了个然后等我早上去跑步的时候，席静言出现在我身边。许愿，你最近遇到什么事了吗？我没有啊。那你怎么？他似乎很纠结，挠了挠头，又不知道说什么。我假装看不懂，加快了速度，把他甩在了身后。下午去图书馆时，我也坐在离他很远的地方。为了演得逼真，我还拽上了苏琪这个工具人。席静言的脸色果然一点点暗了下来。等我离开图书馆，被他一把抓到拐角楼梯里。你为什么不理我了？我一脸受伤。我追了你这么久，你都不看看我，我也会受伤啊。席静言愣了愣，对不起，我没有遇到过像你这样的。你以为我骗你的呀？虽然工具人是骗他的，可喜欢和受伤是真的。我长得也不差，从小到大第一次认真追一个人那么久，对方还不为所动，多多少少有点受挫。对不起，他态度诚恳，我勉为其难点点头。好吧，我原谅你。那我喜欢你，你可以做我男朋友吗？席静言愣在那里，他大概没有见过像我这样厚脸皮的女生，犹豫了半天，点点头，可以。于是席静言就这样成了我男朋友。当我和他牵手走在校园里时，轰动不亚于有人裸奔。他们都不相信，真的有人能摘下这朵高岭之花。严格来说，席静言不算是个合格的男朋友，他真的太忙了。我头一次知道，原来法学院的学生可以这么忙。除了微信上能定时早晚安，白天几乎见不到他。图书馆他不让我去了，说影响他学习，只能在晚上下课后才能牵手聊会儿天。第一次接吻是我主动的，那时他正跟我分享新接到的一个案子，眉眼里散发着自信的光芒。我看着他的样子，心砰砰跳，忍不住凑过去亲了一下。他顿了顿，下一秒扣住我的头吻过来。我才知道动情的席静言是这样迷人，从耳朵到脖子都通红，呼吸炙热滚烫，眼底泛着蒙蒙雾气。当然我也好不到哪儿去，心跳快得像要从喉咙里跳出来。有了第一次，后面就正常很多，有时候也会擦枪走火，但席静言硬是忍了下来。苑，我不想轻待你，你值得最好的。那时候我和席静言爱得深沉，没想到有一天会分开。恋爱的争吵也很突然，无非是我天天给他发消息，他总是不回，积压到一个程度。有一天我火了，席静言，你还记得我是你女朋友吗？他手足无措，对不起苑，我这2天有考试，实在没时间看手机，你起码也要回我一下呀，这样我才放心。好，下次不会了。那时的我多一叶障目啊，一点都看不明白。如果真喜欢一个人，怎么会忘记联系他呢？不记得，无非是因为没那么喜欢罢了。当柳月转到我们学校又搬进我们宿舍时，只一眼我就涌起奇怪的感觉。这种感觉在我发现他和席静言认识后达到顶峰。后来我才知道，这大约是女人本能对情敌的直觉。他和席静言老早就相识，也和他一样，家境不太好，整个人瘦瘦弱弱，风一吹就倒。才住进宿舍不久，我就发现了他对我也带有某种敌意，譬如故意在我和席静言打电话时乒乒乓乓发出声音，又或者在我们约会时故意给他发消息请他帮忙。席静言大部分时候会当着我的面回，坦荡而自然，以至于我还对自己的疑虑鄙视了自己一下。直到有一天，席静言突然跟我说，你们宿舍的人在排挤柳月吗时，我还愣了下，周身顿时泛起寒意。我顿时冷了脸，你什么意思？他马上意识到不对，对不起，我不是这个意思。
只是柳月说她在宿舍住得不太开心，住得不开心可以和阿姨说换一间，跟你说算怎么回事。席静言想了想，觉得有道理，于是也这么回了柳月。结果晚上，柳月砰地推开门，气呼呼地站在我面前。许愿，你什么意思？我什么意思？你为什么不准席静言给我发消息？你只是他女朋友，不是他妈。我都气笑了。你既然知道我是他女朋友，还给他发那张似是而非的话干什么？你安的什么心？他气急，我和他清清白白，没什么见不得人，是你小肚鸡肠。对，以后你男朋友半夜收到其他女生哭唧唧说室友排挤他时，希望你不会小肚鸡肠。论对人，我没输过。他讲不赢，气哭了，跑了出去。你欺负我，你们都欺负我。围观的室友们都一脸懵，他到底在闹啥？我耸耸肩，谁知道呢？那时候我是不知道，嘴强如我是会输的。我不仅会输掉席静言，还会害死自己家人。法院宣判了，同意了席静言的诉求。庭审结束后，我们来到调解室。苏琪道：“5万块钱我们会在10个工作日内转到柳先生账户里。至于道歉，我当事人鞠躬向2位致歉，可以吗？”席静言看着缩在苏琪身后的我，愈发生气。不可以，当事人必须公开说对不起。你骑车不看路吗？还是嚣张惯了？说话，柳月的弟弟柳家和一直在拽他衣角，可他无视了。我知道他是讨厌我的，可不知道他这么讨厌我。苏琪有些为难地看了我一眼。家道中落又变成哑巴，这3年曾经被羞辱过无数次，可从来没有一次像现在这样难堪过。我张了张嘴，试图发出声音，但毫无意外，没有一点响动，反倒是太着急了，眼泪大颗大颗落下来。对面的席静言神色突然变了，忍不住动了动。够了，我不需要许小姐道歉。柳家和甩开了姐姐的手，站了起来。许小姐，我原谅你了，你不需要道歉，也不需要赔偿，你回去吧。他面露歉意，显然也知道席静言咄咄逼人的原因。我深深鞠了一躬，拉着苏琪走了出去。门掩上的那一刻，我没有看到身后席静言眼底汹涌的情绪。他忍了又忍，气不过，一把把资料扫到地上。当天晚上回到家里，我发起了烧，朦胧间梦到我和他分手那段日子。其实在分手之前，我们已经闹矛盾很久了。最开始我就说过，对人我没输过谁，辩论我没输过谁，除了席静言。所以当第2次我知道柳月又找他帮忙，去和他吵架时，完全没有控制自己的情绪。你明知道柳月和我不对付，为什么要帮他？他是我同学，说没有钱想租个房子，我借钱给他而已。借钱也不行，你借给他就意味着是我错了，是我逼走他的。席静言也冷了脸。许愿，我虽然是你男朋友，但我也是独立的个体。柳月是我同学，我有权利向他提供帮助。我气得砸了送给他的杯子。什么叫虽然是我男朋友？你只要是我男朋友，就只能帮我，明白吗？你不护着自己的女朋友，去护着别人，你什么意思？你是不是喜欢他？我不喜欢他，我喜欢你许愿。但是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你在这件事情上处理的不对，我可以不公开评断，但就我和柳月的来往而言，我不认为我有错。他律师思维上头也降了起来，我俩闹得不欢而散，冷战起来。偏偏柳月还来火上浇油，故意在寝室里给席静言打电话说谢谢他借钱。我一怒之下砸了柳月的手机。第2天就收到冷了我大半个月的席静言的消息。我希望我们的事情不要牵连到无辜的人。谁？柳月。无辜。我更加生气，直接拉黑了他的微信。柳月带着席静言新买的手机，洋洋得意地进了宿舍。哎呀，老同学买的手机就是好，果然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可以取代我位置的。他故意给我看席静言和他的合照，还有他们高中同学起哄让他们在一起的视频。
席敬言喜欢的一直是我，你不过是他打发时间的物品而已。死心吧，许愿，明知道他在激我，可我还是控制不住自己的嘴。哦，是吗？那还能被我用2个月就勾引上钩？你也没什么本事吗？他不过是我无聊时的一个玩物而已，只有你当做宝贝花一出，我就后悔了。可柳月站在我面前，我不能示弱，只好梗着脖子硬撑着。他露出得逞的笑容，慢慢举起手机，摁了一下。不好意思啊，刚刚按到了通话键。你的话，席敬言大约都听到了。我顿时僵住了，大脑一片空白，恨不得扇自己2嘴巴。再给席敬言打电话，他已经不接了。事情还在往更坏的方向走。突然有一天，教务处主任找到我，说我考试作弊，冒领奖学金5000元。举报人正是柳月。他不知道从哪里找的假的聊天记录，里面用我的头像在和别人买答案。我不甘示弱，一字一字质问他资料来源，还反问他是不是为了钱故意污蔑同学。那么明显的漏洞，学校当然不会信。我总能赢他一次，他不可能骗到所有人的。我这么想，也不遗余力地去为自己争取。可我错了，柳月要的从来不是赢奖学金，他只是为了像乌拉那拉用婉婉泪倾击败甄嬛那样，让我彻底死心。所以当席敬言作为柳月的辩护律师出现在我面前时，我诡异地冷静了下来，和他提了分手。他原本满身怒火，听到我分手那一刻却慌了。为什么？不为什么，腻了不想谈了。还有，如果柳月穷成这样，那这几千块奖学金就拿去给他买棺材吧，毕竟穷逼一个，眼界小。席敬言后退了2步，你真的嘴毒得吓人。你为什么对穷人恶意这么大？不是所有人都像你一样天生富有的。我忘了，他和柳月是一种人，都是从泥泞里爬出来的人，所以他们很相配，我不配。我听见自己声音很冷很冷，大概就是命吧。你们这种穷鬼就该扎堆锁死，祝你们婊子配狗，天长地久。命运有多爱开玩笑呢？大概就在我嘲讽席敬言和柳月是穷鬼2个月后，我家也出事了。父母意外丧命，产业被亲戚一招夺走，我和弟弟被赶出了家门，流落街头。我失去了声音，无法正常上班，只能做客服，每个月领微薄的薪水。反观席敬言毕业之前就小有名气，毕业之后更是直接入了最有名气的律师楼，仅仅3年时间就成为了首席律师，年入上千万。风水轮流转，大抵如此。我烧了2天，实在不敢再请假了，只好挣扎着爬起来去上班。弟弟做好了早餐，满脸担心地看着我。姐，要不我不上学了，你也不用那么辛苦。他才13岁，本该过富裕日子，却因为我吃尽了苦头，还要住在学校里，自己照顾自己。我怎么能不内疚？伸手比划道：姐姐能挣钱，姐姐能养你，你好好读书，长大了再照顾姐姐好吗？许熙忍着泪点点头。姐，我这次考了第1名，学校说有5000块钱奖学金，明年我的生活费有着落了，你别太辛苦。5000块，多么具有嘲讽意义的数字，却是我们现在的救命钱。我点点头，摸了摸他的脸。这次生病又瘦了些，感觉裤子都要掉下去了。翻出绳子绑了个结，匆匆骑摩托车赶去公司。到了才听说公司的店铺被人举报了，要打官司。听到官司这2个字，我莫名抖了抖。直到下午在老板会议室看到席敬言，我才知道命运真的不打算放过我。老板拿出我和客户的聊天截图，摆在席敬言面前。这是我们客服回复的内容，都是标准模板，是没有问题的。不知道对方怎么就抓住了漏洞，要求索赔100万。我们小本买卖实在是扛不住，他紧张地看着面前的人，希望对方能帮忙。虽然不知道赫赫有名的席律师怎么会管这么个小官司，但如果能帮忙，
那赢面不是更大吗？想到这，老板转身朝我招手，这就是我们回复消息的客服许愿。席静言看了我一眼，冷笑：许小姐，又见面了。一个千金小姐怎么会来做这种穷人的工作？难不成是体验生活？我攥紧了拳头，被命运的齿轮击得撑不下去，头一阵阵晕眩。席静言不依不饶，缓缓踱步到我面前，弯下身子：你不是对穷人一切很不耻吗？他打量着我身上洗得发白的衣服和腰间绑裤子的线头，讥讽意味更浓。为什么做出这么可怜兮兮的样子？为什么不辩驳？伸手捏住了我的嘴：说话呀，许愿。我一直在想，当有一天我能和你平视时，想问问你，为什么能说出那样的话？为什么要玩弄别人的感情？说呀！老板都呆住了，他终于发现了不对劲，忍不住拽了拽席静言，想说什么，被席静言一把甩开。他的手愈发用力，我红了眼眶。就在滚烫的眼泪滴落的那一刻，苏琪赶了过来：你放开他，你放开苑苑。他3年前已经哑了，他说不了话了呀。苏琪开口那一刻，我两眼一黑，晕了过去。很小很小很小的时候，奶奶曾经说：苑苑啊，伶牙俐齿是挺好，我们要记得祸从口出，还是要给人留一线哈。那时候我不明白，黑就是黑，白就是白，我明明是对的，为什么不让我说？于是在我和席静言分手，憋着一肚子火回来家，发现新来的保安弄脏了我的车子时，忍不住发了好大一顿脾气。我一想到柳月那我穷我有理的样子，再看着保安一副你有钱你就该大方点的态度，火蹭蹭冒，逼着他掏了钱洗车，保安队长还承诺要开除他。结果当天晚上，我带着弟弟出去买零食的功夫，那个气不过的保安摸进我家，捅死我爸妈。当我和我弟打开门，看到满地鲜血倒在血泊中惨死的父母时，整个人呆住了。后来在法庭上，凶手憎恶地看着我，一字一句道：我就是恨他咄咄逼人的样子，有钱了不起啊，有钱就可以不把人当人看啊。他憎恶的眼神牵着命运的线，绕回了席静言和我分手那一刻。曾经的席静言也是这么看着我，不是所有人都像你一样天生富有的，命运早就在馈赠礼物时标好了代价，只是我的代价太大了。我张了张嘴，发现自己发不出一点声音。挺好，我再也不能咄咄逼人了。昏睡了许久，四周很安静，只能听见隐隐的哭声。我努力睁开眼，看到席静言趴在我床边，把头低得很低，眼泪打湿了我的手背。我动了动，他抬起头，嘴角有淡淡的淤青。看到我醒了，他凑过来摸了摸我的头发：苑苑，还难受吗？大抵是知道我和曾经的他一样，也变成穷人了。他眼神难得柔和起来，甚至让我想起了刚谈恋爱那会儿。他见我不说话，又去叫医生。刚走开，苏琪进来了。我把你的事情告诉他了，我实在不忍心看他一直这么恨你。苑苑，这不是你的错，你是无心的。我摇摇头，爸爸妈妈就是我害死的，小希也是因为我才会变成孤儿，都是我的错。苏琪握住我的手：那个人弄花你的车子，他就该赔钱，是他自己走了极端，选择了杀人泄愤。不是，苑苑，你听我说。苏琪叹气：我们不要再背着包袱过日子了好吗？你看你都瘦成什么样子了，我想伯父伯母也会希望你能开开心心的，而且还有小希呢，她不能没有姐姐。对呀，小希，我一直亏欠的弟弟。想到他，我又生出几分力气。在医院睡了几天，身体感觉好了很多。这几天席静言一直寸步不离地守着我，气得苏琪骂了好几次。你能不能让他走？你告诉他说，我想离他远远的，不要再见面了。苏琪立马把我的话转述给他。席静言看着我的手出神：我再也听不到你说话了吗？他看向我，眼泪滑落。这几天为了照顾我，他憔悴了许多。
早上我醒来，顺着光线，竟然看到他后脑勺有雪白的痕迹。席静言不肯走，紧紧拽着我的手。苑苑，我错了，对不起。当初是我不该不帮你，我太年轻气盛了，不知道不能和爱的人较劲。我爱你的呀，我是爱你的，求你跟我说句话好不好？他泣不成声，浑身都在抖。我也很想说话，可是我说不出来啊。父母冰冷地躺在血泊里，凶手恶毒又冰冷的眼神，都是因为我咄咄逼人。我就像个罪人，活该背着十字架，永世不得翻身。席静言不顾苏琪阻拦，把我接回了家里。房子买在中心区，可以俯瞰城市地标建筑。清冷的装修风格里，我一看到了那个被我砸碎的杯子。他顺着我的目光看过去，眼神柔得不像话。这是你送给我的第一份礼物，我不置可否，只觉得有点累。席静言引着我去了卧室，那里铺着格格不入的蜡笔小新4件套，是我从前最喜欢的卡通人物。我睡了一觉，醒来发现天都黑了。客厅里传来阵阵香气，是席静言做的4菜1汤。以前我们谈恋爱时，我也哄过他做东西给我吃，只是那时候他手笨，只会做鸡蛋方便面。席静言牵着我走到餐桌旁坐下，又给我端了一碗汤。刚学做菜那会儿，脑子里总是想，以后要是你看到了，会不会夸我？我甚至想好了，等我们复合，你再笑我，我该怎么反击你？怎么用更多菜说服你？这2天他总是这样，把话说进了死胡同里，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叹口气，舀了一勺番茄牛腩到我碗里。苑苑，你瘦得让我心疼，吃一点好吗？吃完饭，我又开始犯困，继续睡。半夜醒来，才发现席静言缩在床边睡着，手还握着我的手。第2天，他说要带我去看医生。心理医生问了我很多问题，又跟他私下里聊了很久。等他出来时，脸色很不好。医生问我，你知道你是重度抑郁吗？我摇头。你失声也是这个原因，我替你检查了下，你的声带没有任何问题，无法开口说话是心理原因造成的。席静言握着我的手，没吭声。到了车里，他还在发呆，我忍不住伸手拍拍他，他突然转身，把我死死搂在怀里。这已经是重逢后我不知道多少次看到席静言哭，可这也不能算作是他的错，只能说命运注定要我接受这个教训，又怎么能怪在他一个人头上呢？我感觉我比他还坦然些，起码知道他现在没有再恨我了，我心里好受点。当初分手大抵是意难平的，我第一次那么喜欢一个人，被人从中作梗变成相看两相厌，心里怎么能不憋屈？现在看到他没有放下那段感情，我竟然诡异地释怀几分。我在席静言家住了大半个月，始终没有再见到柳月，也没怎么看到他俩联系，还觉得有些诧异。结果在许熙来看我这天，柳月突然找上了门。席静言出去买菜了，我开的门。他一看到我，立刻变了脸。等发现席静言不在之后，直接推了我一把。我没有防备，狠狠撞在玄关上。许熙连忙来扶我。你什么人？凭什么打我姐？柳月冷哼。你姐是小三，我凭什么不能打她？不要脸的东西，还敢再出现！许熙最受不了别人欺负我，他把我护在身后。我看你才是丑八怪，连门密码都没有，还敢装女主人，你骚不骚啊？你！柳月气得要打他。电梯突然传来声音，一见到席静言，柳月赶紧换成委屈巴巴的样子。阿言，你一直没去上班，我来你家看你，结果许愿说我不要脸，还让我滚，他显然还不知道我失声的事。席静言表情一下子变得很古怪。你说他说你不要脸，他的眼神透过柳月看向我，我无奈一笑。他还说你什么了？柳月以为席静言信了，往前凑了一步。他还说当初耍你，现在依然能耍你，只要他勾勾手指头，你就会上当。
阿言，你不要再被他骗了。这些年，他用尽手段才成为了他身边唯一的女人。只要这次彻底打败许愿，席静言就是他的了。可他不知道，席静言此刻心情像波涛一样翻涌，甚至不敢看那双淡漠的眼神。曾经那个像小太阳一样的女人，如今悄无声气，安安静静地站在那里，听别人泼脏水。席静言深吸了口气，柳月，你走吧，以后不要来找我了。柳月的脸瞬间煞白。阿言，你什么意思？席静言却像没听到他的话。公司那边我会让人事帮你办离职，保安会收回你的门卡。还有，别再出现在我面前，他怕自己忍不住杀了他。席静言的眼神让柳月终于意识到他没有在开玩笑。他怨愤地瞪了我一眼，才转身离去。尽管席静言不愿意，我还是回了自己家，在爸妈遗像前跪了许久，试着张张嘴，还是没有声音。晚上苏琪来找我吃饭，心情似乎也不太好。他盯了我半晌才道，你知道席静言在替你跟你叔叔伯伯们打官司吗？我摇摇头。许家现在生意如日中天，他这样搞，如果输了，一辈子都翻不了身了。柳月还给许家提供了一些关于席静言的重要资料，他现在可以说是腹背受敌，律所也在考虑要不要和他解除合约。苏琪小心翼翼地看向我，他这么帮你，你还会回头吗？我想了想，摇摇头，不管未来怎么样，应该都不会回头了。我早已没有了爱人的能力。这场官司一打就打了2年，席静言的房子、车子都卖了，还有好几次被人威胁，他都忍了下来，默默坚持着。只是在我房子隔壁租了个单间，得站在阳台上看我。第1年年末，我和苏琪订了婚。苏琪陪在我身边太久，在我落难时一直守着我。除了他，我不会再爱任何人。知道我和苏琪订婚，席静言在阳台坐了一夜。苏琪也有些于心不忍。苑苑，他知道错了。如果你真的喜欢他，你可以去找他的。我看着他满心满眼是我的样子，心里揉成一片，凑过去亲了亲他的嘴角。没有别人，我现在喜欢的只有你。他高兴地一把抱住我，转了好几个圈，然后低头衔着我的唇瓣吻得更深。第2年秋天，在我的婚礼上，席静言带来了判决书，他终是赢了。许家叔叔伯伯归还了大部分公司股份，几个核心的人还因为非法侵占被判了刑。柳月因为恶意重伤及泄露他人隐私，被判监禁1年，吊销律师执照。这场官司打得辛苦，才2年时间，席静言头发已经全白了。他明明打赢了官司，表情却像输了全世界。苑苑，这个给你做嫁妆，祝福你们。我抱了抱他，朝他比划。席静言，谢谢你，也祝你幸福。我已然放下了，也希望他能放下。苏琪在旁边冲他真诚笑笑，兄弟，谢谢你为苑苑做的一切。等到席静言离开，我冲苏琪打去，看不出来你还挺大气嘛。苏琪傲娇的抬头，那可不，胜不骄败不馁。我要是真的还喜欢他怎么办呀？喜欢也憋着，你都这样了，还想往哪儿跑？他指了指我微凸的小腹，一脸得意，我的都是我的。我忍不住也笑了，凑过去亲了亲他。谢谢你，一直陪伴在我身边，未来的路我们一起走。